大家好，我是查克，又一次来到了石家庄站。上一次来石家庄站呢，还是1周之前，从这里转车去济南看亚冠。那么今天10月10号，我再一次来到了石家庄，看今天晚上的中甲联赛，石家庄功夫对阵江西队。今天来的稍微早了一点，现在是下午的5点钟，距离比赛开球还有2个半小时。那我们先乘地铁，先去取球票。在中甲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冲超，所以当赛季末在冲超冲刺战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比赛就很有意思了。冲超意味着什么？冲超就意味着下个赛季你给客队提供的酒店就要是希尔顿这样子级别的了。我取到了球票，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追加投入的事儿。如果一支球队冲上中超的话，那么你下个赛季的投入不是简简单单的翻倍那么简单，你甚至是3倍、4倍的投入，最终的结果也是可能很难保级。那么这就意味着你透支了未来可能在中甲3、4个赛季的预算，去拼1个赛季的中超，然后降下来。所以冲超之后，最终的一个结果很有可能是，这个俱乐部本来可以存活5年，但是冲超之后，2年之后就消失了。恰好呢，我有一个朋友就在本赛季的一支中甲俱乐部里工作，然而他跟这支俱乐部没有任何的工作合同，而且他没有拿到1分钱的工资。这就是中国职业联赛目前的一个现状，不管是1级别的中超联赛，还是2、3级别的中甲和中乙联赛，欠薪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下个赛季这些球队是否还存在，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管他什么中超、中甲、中乙，在周末的时候，离我最近的地方能让我去现场有球看，我就非常的知足了。每次当有一个新的俱乐部诞生的时候，喊出了几年冲超、几年冲亚冠这样的口号，我都觉得非常的可笑。一支俱乐部，你把目标定在活过第一个3年，活过第一个5年，活过第一个10年。如果你有幸存活超过20年，那么恭喜你，你就是中国前10的足球俱乐部了。在我背后就是 Sky Arena 空中球场，裕彤国际体育中心。今天 VIP 票带大家去裕彤的大皮座看一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球场外的步梯，大家可以看到，在1层这边全部都是一些小商店。我已经来到了我的看台，因为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可能路上的人数比较少，所以这边座位随便坐。下边就是球员通道的出口。那么这边的椅子呢，都是皮质的座椅啊，裕彤的 VIP 皮座。现在石家庄功夫的球员出场出来热身了。
姐，加油！我水哥怎么了？我。开场不到5分钟，主队石家庄功夫0-1落后了。上半场41分钟，石家庄功夫扳平了比分，进球的22号维尼西奥，在是向看台上的老婆比了个心。
换上4号潘奎。还有加速足球现在的我们球。晚上11点钟，我现在是到家了。比赛结束哨响的那一刻，我就赶紧跑到火车站时候已经是10点钟了，而我的这趟车是晚上的10点10分发车，而且这一趟车是从石家庄到我们邢台今天最后一班车了。在那一节车厢里，全部是我们邢台过去石家庄看球的球迷。在列车上呢，也跟其他球迷聊了一下。正如我视频开头所说的，对于我们来说，不在乎这支球队他踢的是什么级别的联赛，只要这支球队还在，还有比赛我们可以去看的话，那么我们有时间就会去看。石家庄功夫这样的一支球队，一年不到1000万人民币的投入，能够老老实实的在中甲踢上几年，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反而是被其他的对手抬上中超的话，那么很有可能1年之内透支你未来5年的所有资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在1年之后，这支球队彻底的消失。当然，这个仅仅代表我的一个观点。也许最后一个主场安排在下午踢比赛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球迷能够去到现场了。